滚滚长江东西水，浪花淘尽云雄。四类成败转头空，青山有在几度斜阳。我从小就对生命充满了好奇。我的记忆中，4岁吧，家里没人，我爬上水缸，要去拿那个水瓢，水大概只有半缸的了。4岁的我还很矮小，我咚的一声摔下去了，头下脚上，我就喊司马光，司马光，我喊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岳飞打张飞，这个时代司马光不在了。我喊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救我！那个水灌进去我就分离了，黑掉了。黑掉了，分离的空了，应该是什么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我看到一片亮光。我记得我在一个地方，很亮的一片，周遭没有人。我说我在哪里？就这个时候短短几秒钟吧，可是它好像是好几个世纪这么长，很亮很亮。我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。最后听到声音：“喂，起过来，喂，起来！”我起来了，原来我大姐回来了，把我拉起来，喊救命，左邻右舍都过来了。那跟我做人工夫妻那个是不是漂亮小姐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这个10岁。这是我第一个经验。这个时候我对世界产生好奇，人生从何来，死归何去？我7岁，过马路，通常是这样，只要没车，拼命的跑过去，每一次都成功。这一次没车，就开步就跑，这边拐出2车，砰！不是车撞我，是我撞车。那车门撞了个窟窿，我整个人撞上去，又阴倒，后跑，看不到东西对不对？不对，又是一个亮光，我又回到那个地方，可能几秒钟吧，还是几分钟还是多久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醒来是在医院，很亮的光照着我，手术台上。不过我怀疑不是那个，不一样不同，应该是不同的光。我说不出所以然。我开始寻找，7岁开始寻找，8岁上学，小学1年级第一天，我问老师，老师说：“小朋友，大家来上学为的是什么？”我第一个洗手。小朋友，你答为了什么？我说：“老师，人从哪里来，死了去哪里？”全部小朋友哈哈大笑。老师认为我捣蛋。问正确问题，第一天上课说我黄皮，我不是黄皮，我是真的想知道。10岁，黄皮爬椰树采椰子，biu掉下来，那个光有人，害死他的光。当然醒过来之后又是在医院。从此常常发梦，从高处甩下来，常常这样发梦，高处甩下来，甩下来是一片光亮，就看着那个光，变成了梦境，带谜题式的一门跑出来了。一直到我25岁的时候来真的，这个是来真的，在马来西亚登古勒发言那个瀑布，在游山玩水的时候，也不晓得发生什么。
蹲在瀑布旁边，看着那个流水，我就在想，人生从何来，死归何去？这个世界怎么开始的？耶稣说上帝创造万物。我去过教堂，我7岁就洗礼了。洗礼的原因是因为我要问神父，谁创造上帝？你看多么坏蛋！我8岁就去佛庙，为的是问老和尚，佛陀说觉悟，他觉悟什么？他动手，没有人给我答案。这使到我15岁离开学校，还是考试拿零蛋，被老师骂了一顿。我跟老师说我是故意挑战学校的，不信给我重考，重考拿95分，写错一个字。老师说你干嘛这么顽皮？我说我是故意的，我拿不到答案，我要找的答案找不到。25岁那一年从山上甩下来，在那个瀑布，200多公尺，彻底瘫痪。你看我的手指是不平的，手指断，脚趾断，手腕断，手肘断，肋骨断3根，头盖骨破裂移位，颈椎严重移位，一直到今天摸得到。6个月的植物人，大小便失禁。那一甩很值得嘞，那个光又来了，这次停留很久，这次停留非常久，光亮的一片，好享受这个光。结果呢，那一甩，我放掉一切，我往泰国找。泰国的和尚说：“你找不离泰克属，你去缅甸看看。”就是稍微痊愈之后，这个痊愈是一个奇迹。医生说你终身残废了，可是我6个月之后靠着我的意志力，一波一拐的站起来。到今天，我的颈椎还是有那个受伤的后遗症。任何一个脊椎专家一看我的脊椎和我的颈椎，都会摇头说你应该是一个植物人。完全说对，我是靠意志力站起来，而一路寻找到缅甸，寻找到尼泊尔，寻找到喜马拉雅山，最后在喜马拉雅山，我觉得我找到我要找的东西。诸位，你相信你在看到我吗？你相信你在看到周遭的一切吗？你可以信任你的爱人真正的爱你吗？你能够信任你自己真正的爱你的爱人吗？今天有了科学，很多东西都变成很容易了。从1世纪之前是混沌时代，毕达哥拉的时代是非常混沌的，玄学、哲学、美学都混在一起。到1世纪到15世纪的时候呢，是迷信黑暗的时代，一切都是盲从黑暗。到15世纪开始呢，又是科学的时代，而且呢，只要你是迷信盲从的，可能都会被迫害之类的。所以到今天是一个科学时代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人类的这个跌跌撞撞的这个进化的过程中，我们都在为一个微观的世界和微观的生活里面去寻找一条出路。怎么样才能够快乐？怎么才能幸福？阿里斯多德说，人生所追求的不然是幸福快乐，幸福快乐建筑在至善的基础，信奉上帝，得以导引走向至善，得到了幸福快乐。罗素说，人生所追求的幸福快乐必须建立在至善的知识层次上，有了知识就有了快乐。所以我们大家都在尽力的表达和分享。我们在尽力的制造一个美好的世界，当然有一些人在尽力的破坏这个世界，那我们也在尽力的寻找生命的意义、世界的意义。诸位，今天有了科学，我把它结合我所学的跟大家分享。我今天所讲的东西，你可能听不懂，也可能用不到，所以我请这个 TED 把我的讲稿保存200年之后再播放也没有关系。只要给你一部超光速、纳米技术什么技术的电子显微镜，
套上去看。以前有个名字叫照妖镜，现在可能叫超观世多那你是电子游镜。你看到的我，我看到的你，我们周遭的一切，包括声音跟光线和所有的图形，全部回到它原来的样子，点点点点点点点小分子。你同意吗？如果你的观察仪器的速度再调整快一点，你所看到的不是点点点点点的，而是一股气啦，一个光啦，在闪呀闪呀，眨呀眨呀，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。糟糕了，你回去说老公，你爱不爱我？老公说，我认真爱你的，可是我现在不知道要爱你哪一点，因为你是点点点点点，我不懂要爱你哪一点。老公，那你吻我一下，那我该吻在哪一点？因为今天听顾鲁说法，人是点点点点点，你听懂了没有？你是一股能量，这股能量来自整个宏观的宇宙里面一个小小的部分。你跟整个宏观宇宙的整体能量的区别，只有在你这一股小小的能量，你是整个能量的部分。它的区别是你这一股能量的频率跟其他能量频率不一样。这一股频率以前的人把它叫做业力，我可能是错的啊，我是胡说的。这个频率延伸出来，喝酒的频率延伸出喝酒的小孩，你给他喝奶，他不要，他要喝酒。赌博的频率延伸出赌博的小孩，一家是，是吧？他在吵这个扑克牌，虽不中亦不言。因此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。这个信息非常的 tremendous，highly tremendous， 这是非常震撼性的。因此，想一想，整个宏观的宇宙整体的能量在动、在流、在飘，这些能量的穿插，造成一些特别的点、线、面，源起出不同的频率的能量。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交响乐曲 ，orchestra。然后这些不同的频率的能量又互相交错，衬托出不同的世界。因此，现在的我，你看我看你，我们信任这个世界。你的脑波如果因为敲击发高烧，还是像我这样甩过几次，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你之所以看到、摸到、触觉到、眼耳鼻舌身意，来自于频率跟频率的交流。如果你的脑波的频率改变一下，你会知道一花一世间，一叶一菩提。这整个整体宇宙不止一个宇宙，千百亿万兆的宇宙，不止一个世界，千百亿万兆的世界。不过呢，它有两个共同点。第一个共同点，每一个宇宙、每一个世界可能千奇百怪所谓的外星人可能千奇百怪，每一种生存、每一种形态可能千奇百怪。不过它一个共同点，就是，不论是哪个宇宙的一个世界，都跟我们一样，悲欢苦乐、爱恨情仇、生离死别，这是一定的。第二个共同点就是，它都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点上面，叫做知觉 （consciousness）。知觉。我在美国大学演讲，我告诉他们，E等于 mc² 2 to the power 2，就是能量跟物质的转换 ，energy equals matter and constant and to the power 2。你必须要多一条线，下面写上多一个基础道理、基础公式，叫做 consciousness。如果能量跟物质转换没有人类的所谓人类的知觉来判断、来看、来触及，这个公式不存在。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200年之后的信息。
听不懂，可能用不到，那就是你想象不到的。我们活在一个纵横交错的世界，很多事件一起发生，每一个事件建立在不同的知觉的频率的交流中，信不信没有关系。这个信息带来的好处就是，你最后会了解，会放下，会随缘，会看开，你会活得快乐很多。因为世界这么多，而且你没有生没有死，你这种能量就一直像万花筒的图案这样，不断地在蜕变，在演变。另外一边，不同的频率造成不同世界，都建立在同样的一个形式，就是知觉。不论它是什么频率的知觉，然后知觉本身有一个共同的烦恼，生从何来，死归何去。我感恩西马山的古典的智慧，感恩类似释迦牟尼、那个鸠那、马哈维那、安那迦利这些人。我想，我也变成这少数的人的其中一个。我们了解了一件事情，这个世界没有存在过，它只是一场发生。很多纵横错杂的事情在同步发生，它没有东西存在过。你所看到的、所真实的那些，都是依你的频率和你的知觉交流，一厢情愿投影出来的。你只要去弄懂这一点，这个世界马上改变。我当然，也许还要500年，我无法跟大家分享更多，我只有讲出这个重点，看看你能不能够跟我一样的，有这么神经病的，去更深入，去了解。我甚至告诉你，没有东西来过，没有东西起过，都是知觉在发生。因此，我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信息，让我们今天开始，宏观也好，微观也好，互相制造美好的直觉、美好的感觉。你叫他爱，你叫他做慈悲，你叫他做什么都好。